结婚后的第一个春节，老公让我和他回老家，见他面色不对，我不好多问，只能答应了。到家后，婆婆快步上前把我的行李接下，然后把事先洗好的水果拿了过来，紧接着又是一口一个好儿媳的管我叫着。这一套操作下来，我人都晕了，隐约感觉不太对劲。果然婆婆又话锋一转，小淼啊，你弟弟刚大学毕业，没个落脚的地方，不如把你现在买的这套房子给你弟弟算了。闻言，我一脸震惊，他口中的弟弟正是我那不学无术的小叔子，他那只会啃老的好儿子。凭什么我呕心沥血买的房子，让我拱手让人？既然他们这么不要脸，那我也就不客气了。我和老公本来不打算回他的老家过年，一番商量以后，老公范浩给婆婆打电话说明了原因。当时婆婆在电话里倒是应得好好的，说不回来就不回来吧，这也没啥。我心想，哟，这老太太今年是转性了吗？怎么就这么开明？没想到当天晚上12点，公公的电话就打过来了。电话一接通，她劈头盖脸的冲着老公就是一顿骂，你个狗崽子，你说你是怎么跟你妈说的？咋就把你妈给气到医院里了？骂完，电话咔的一声就给挂了。范浩当时就慌着穿衣服，连东西都没有来得及收拾，抓起车钥匙，拽起我，急忙的开车奔向了高速。我看范浩脸色不对，也不敢多问他啥。我们风尘仆仆的开了10几个小时，早也累得不行。范浩打公公的电话，想问问婆婆在哪个医院住院，没想到公公的电话竟然关机了。范浩担心的更加厉害了，会不会是婆婆出了什么事？他来不及多想，开车直奔他们的村子。没想到刚推开老家的铁大门，就看到婆婆正在院子里喜气洋洋的收拾着过年的猪头肉。而我的那位小叔子范涛正依在婆婆身边，问着妈，你说我哥今年能回来不？婆婆信心十足的说道，他敢不回来，你爸给他打电话都说错我病了，他能不回来吗？那咱说的那件事情呢？放心吧，你哥最孝顺了，爸和妈说的话他听。他们正说话呢，看到我们夫妻2个人，范范同瞬间就尴尬了一下，然后像啥事也没有发生一样，冲着我老公叫我一声哥，冲着我叫我一声嫂子。我心里头的怒火呀，蹭一下子可窜上来了。看婆婆这状态，完全没毛病啊，她这不是耍人玩的吗？1000多公里，我们连夜赶回来，她就没想过会出什么事吗？番号强忍疲惫，有些责备的冲婆婆说道，妈，你这是咋回事？这明明不是。番号一句话还没有说出口，婆婆就拿着袖子开始擦眼泪了。大人啊，你1年都没有回来了，妈想你想的厉害，你这一打电话说又不回来了，妈心里急，这才，哎，你可别怪妈呀。婆婆这一出苦情戏，又是擦眼泪，又是表现母爱的，一下子把番号这个原本就孝顺的大给哄住了。直到我们开车回来辛苦了，婆婆做中午饭的时候特别用心，猪头肉、猪耳朵卤了好几盘子。我一看，这还没过年呢，就破费上了。以前我跟范浩回婆婆家，完全就没有享受过这待遇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饭桌上婆婆又是给我夹菜，又是给范浩夹菜的，一口一句好日子好日子的，把我和范浩都快喊晕了。吃完午饭，我累得厉害，跟婆婆公公简单的说明了情况以后，就去卧室里睡觉了。而我老公被公婆生拉硬拽的拉去聊天了。我睡觉的那间卧室在堂屋的东北角，往年我们回来也住的是这一间。婆婆早早的收拾好了床铺，还拿出来了厚厚的被子，为又冷又困，拉起被子倒头就睡。这一觉睡得很沉，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屋子里面漆黑一片，摸到了自己放在枕头下面的手机，看了看时间，好家伙，晚上7点，我这一觉睡的时间可真长，整整睡了5个小时。我老公他们一家人聊得正欢，原本我并没有偷听他们说话的习惯，可当我听到公公的那句话的时候，我停下了准备拉开房门的手。我公公说，大儿子，你有能力，在大城市娶了媳妇，又买了房，你弟弟刚大学毕业，没地方落脚，我跟你妈商量了一下，不如把你现在买的这套房子给你弟弟算了。听到公公的这话，我被雷得外焦里嫩的，他这是啥意思？是打算把我和我老公辛苦拼来的房子送给我小叔子番涛吗？强压心里面的怒气，我继续听。我老公说，爸，房子的事情不是小事，这房子是我跟小淼我们俩一块打拼回来的。啥打拼？不就一套房子？我不是说你们那个家，是你在当家做主，只要你同意把房子给你弟弟，他敢造次吗？婆婆的这话说的是尖酸刻毒，说起来我跟范浩这日子过得真的是辛苦，我们俩一毕业就结了婚，结婚的时候双方家庭条件都不好，父母没有一个人能帮上忙，我们俩给别人打工，存了5年的钱，才开了一个替别人做设计图的小公司，公司连我带番号，总共才5个人。这几年生意又是难做很，我俩是又当老板又当员工的，白天没白天，黑夜没黑夜的给人做图，才能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转，其中的艰辛人人皆知。就这样省吃俭用存好几年的钱，才勉勉强强存够了首付。这还不说，光房贷就欠了15年，为了尽快还完，我俩更辛苦了。我老公不过30岁，鬓角就白头发了，我的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，因为常年熬夜做图，脸色总是蜡黄蜡黄的，就跟刚生了一场大病一样。我的那奇葩小叔子，时不时打着公婆身体不好的名号，各种问我老公要钱，一年下来，总能从我老公身上抠出去个3、5万，为了省钱孝顺公婆，我老公把他抠出去了，把他抽了5年的烟都给戒了。交房了以后，我俩想把房子装修一下，尽早住进去，结果美好的想象又被现实打脸了，没钱装修，总不能设在水泥房子里吧？万般无奈的情况下，范浩给婆婆打电话，想跟她借点钱，先把房子给装修了。没想到婆婆跟范浩说，装修得起房子就住，装修不起就睡外面。我和你爸老了，养大你就已经很够意思了，没钱再帮衬你们。那一天晚上，我跟范浩坐在我们的水泥新房里，倒头痛哭。
反倒是我爸，他最近几年去给人家送菜，存了点老本，听说我们没钱装修，15万块钱一分不少的，打到了我的账户上，房子才能装修好，通风了半年后，我们才住了进去，欠我爸的钱一分不少。这可倒好，住了不到3个月，公公婆婆就开口说话，要我们把房子过后给小叔子。天底下哪有这么美的事？我强忍着心中的怒气，等我老公表态，我想看看这一家人准备怎么瞒着我，把这事说到底的。老公听了婆婆的话，脸色沉了一下，妈，你不能这么说小淼，这些年小淼跟着我，挺不容易的。老公还是向着我的，可婆婆不管不顾着拿着指头就戳上我老公的脑门，你这个傻蛋，你啥时候能长聪明一点？什么时候了，还替你那个老婆说话？我跟你说，你就是被他给拿捏的死死的。老公没说话，公公又接话说道，我是一家之主，拍板定钉，把房子给你弟弟之事，我说了算，等过了年，你拿着房产证把戳过给你弟弟就行了。小叔子听了公公的话，当即心花怒放，哥，我想说，我说我老公性格本来就内向，面对强势的公公和尖酸的婆婆，他满肚子的火，硬实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站在门口的我，听着真的是忍不了了。我和范浩新苦批来的房子，公公散了什么东西？他说让过后给小叔子就过后了吗？夫妻共同财产，我就不信，没有我的签字，这房子是在你家里的。我说我老公的性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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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忍了，直接推门进了堂屋。这是我和范浩新苦打拼来的房子，凭什么要给小叔子？范浩看我脸色不佳，知道我的这个火爆脾气被挑起来了，他劝我熄火，从长计议，熄火，开什么玩笑？人家都惦记上我的房子了，我还能熄火？公公把手里的旱烟抽得呼呼的，想给我立个下马威，凭什么要给？就凭长兄如父，长嫂如母，你小叔子结婚没房子，你们当哥嫂的就得给他置办。婆婆还在一旁帮腔，老头子说的对，长兄如父，长嫂如母，这是你们的责任。小叔子看热闹不怕事大，他顶着自己那张提示做脸孔，嘚瑟道，哥嫂子爸妈的话你们也敢不听了吗？我听个屁！怒火上头，我冲着公公和婆婆说，长兄如父，长嫂如母，想让哥嫂管小叔子，得先跌死娘家。一句话炸锅了。公公怒气冲冲地摔了手中的旱烟，一跳老高，你说的啥？你再给我说一句。婆婆啊，拉着他的长裤腔闹通了起来。哎呀，大人啊，你看看，你这是娶的什么好媳妇？大拉月的，这是要害你爹妈呀！小叔子原本是想就傍相争，渔翁得利，没成想我一个媳妇敢这么跟公公婆婆说话。他为了显示他的孝顺，趁我不备，冷地冲了上来，照我的脸上就抽了一巴掌。这一巴掌有点响亮，打得我只觉得天旋地转的，脸上瞬间就肿了。我老公一把拖过了饭汤，照他身上抽了一巴掌。我回了好几拳，冲他大声吼道，范涛，她可是你嫂子，你怎么能打你嫂子？看我老公跟我站到了一伙，我那婆婆蹭了一下子，窜了出来，指着我老公大骂，打他咋了？他敢这么骂你爹娘，就该打，你不打，我小时候替我打他，非得给他打服，反了，真的是反了，我范家怎么出了这样的一个恶媳妇？公公也是煽风点火，大有鼓动范涛再打我一顿的架势。范涛往我的面前穿，老公就直接架住他，双方闹得不可开交。冷静以后，我总算是反应过来了，我千里迢迢的蹬回来，这一天还没过呢，你们一家人就打算算计我的房子呢？房子算计不到，这是准备要强抢吗？既然你们不要脸了，老娘也没必要怪着你们。我转身冲进灶房，拎起一把擀面杖，冲了饭刀就砸了上去，我就让他知道，我这个嫂子可不是他说打就打的人。这天我跟发了疯一样，把堂屋里搞得一团乱，趁点那股子猛劲，我砸烂了公公新买的沙发，做了婆婆爱坐凳子，茶几给他们砸得708乱，就这一不解气，灶房里他们备好过年吃的肉和菜，全被我给砸得面目全非，敢打我，我让你们这个年过得五彩纷呈。砸了东西解了气，我老公费尽力气把我拖上了车，在公公婆婆哭天喊地的重骂声中，他发动车子拉着我呼啸而去。婆婆把我们骗回来，原以为是真的想我们了，想跟我们一起其乐融融的过个年呢，现在看来这分明是过了寂寞呀，不对，过了个鸡飞狗跳。路上的事，我老公的脸色很凝重，我借着刚才的怒气问他，你说你从心底里是不是想把咱们俩拼下来的房子送给你弟弟？他一愣神，说你想什么呢？我要是想把房子过户给他，你砸家里的时候我咋就不阻拦呢？我白了他一眼，细细回想那回发生的事情，好像他说没错。我借着怒气发火，把婆婆的家里给砸到708落的时候，范浩一直拦着公公婆婆，不让他们靠近我。当时我还以为他是害怕我伤到了公婆，现在看来他这是在纵容我把心里面的那口怒气给发泄出来啊！我都那算你还有良心，我又不傻，我把我老婆辛苦打下来的江山拱手送给别人，这脑袋不是被驴给踢了吗？因为这回闹得不愉快，我跟我老公回到了我们落脚的那个城市，万家灯火阖家团圆的时候，我跟我老公简单的做了小菜，因为在一起许下了新年的愿望，我老公说他想要个孩子，当时我就答应他，生个属于我们的爱情结晶，我倒是要看看有了孩子以后谁还敢再惦记我们的房子。结果大年初一的早上，公公的一通电话就打我和我老公的脸，公公在电话里趾高气扬的吩咐我老公，大过了年我就让你弟弟带着身份证去你那找你，过年咱们商量的事你必须给我找办，不然的话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们了。甚至为了震慑范浩，公公还发了一张照片过来，老房子的梁上高高挂着2根绳，最下端是个套圈，我老公的脸上愁云密布，他抱着脑袋坐在床上不知所措，一边是他爹妈，一边是他拼了这么多年和我同甘共苦打拼出来的房子，
房贷和欠款没还完呢，父母这就开始道德绑架起来了。范浩的烦躁就写在脸上，他抓着自己的头发问我，小淼，要不咱们就把房子给我弟弟吧？啥？我一跳3尺高，范浩这就妥协了吗？这可是我俩的房子啊！我冲着范浩大叫，这是我们的房子，你想想我们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累，才在这个城市有了可以落脚的窝，你想拱手送给你弟弟？不可能，我不同意。闻言，范浩气呼呼的穿衣离开，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我欲哭无泪，看着空荡荡的房间，这是我们的家呀，现在却那么空洞冰了。坐下来冷静了一会儿以后，我开始思索对策。我老公的确为难，一边是生养他的爸妈，一边是陪他同甘共苦的老婆，他不管怎么做都是错的。我是他老婆，难道要逼着他断绝血脉亲情吗？真这样了，以后还不知道被多少人出几两股呢。范浩进退为难，我也不想结束我们的婚姻，可以不能被动来打，任由那奇葩的一家子从我们的手里面把辛苦拼来的房子夺走吧。做了好久，我灵铁一动，想出来了一个主意。晚上，范浩和朋友们喝了几杯酒，最后一栏山回来，看着他那张满是忧愁的脸，我把他拉到了卧室，开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抵抗认错。老公，今天这是我态度不好，我冲动了。今天你出去了以后，我站在你的角度想了想，你也确实为难。这件事情咱们还得从长计议。听了我的软语，范浩的脸色好转了很多。范涛要咱们的房子，咱们肯定不能给，但是也不能让公婆因为这是跟咱们闹僵。我想了想，爸妈说的对，长兄如父，长嫂如母，咱们是得帮助他。我特意从朋友那里借了20万，过几天咱们回趟老家，把这钱给他，让他在当地小县城付个房子的首付。见我这态度，范浩的酒劲一下子清醒了大半，他拽着我的手说道，媳妇，你借的这20万没啥，不就是钱吗？只要咱们肯干，还尚不是啥问题，大不了我再多熬几个晚上，多画几幅图。扭起来的转变让范浩的心里面吃了颗定心丸，他感动的抱着我，媳妇长媳妇短的叫着，我们立马就和好了。随后我就找朋友帮忙，搞了几张以假乱真的检查单，钱我是借了，但会不会给他们还不一定。初六，范浩带着我开着车，又踏上了回老家道路。按我们的原计划，先不去公婆家里，过年呢，总得把平常走动的几家亲戚给拜访一下才是。去的第一家就是范浩的姑姑家，我们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，敲开了姑姑家的大门。没想到，一看到我和范浩，姑姑的脸就拉了。你们来干什么？走走走，别上我家来，我们家可没有你们这种忘恩负义的富贵亲戚。姑姑一向对范浩还算是不错的，大过年的又是翻脸又是骂人的，给范浩搞得一脑袋污水。在3追问之下，才从姑姑的嘴里听到了实情。原来经由上一次我在家里的大闹以后，公婆和小叔子四处散播我和范浩的坏话，说我们在大城市里发了财，住上高楼，买上豪车，就不管家里个死活了，不但不赡养公婆，一年到头来1分钱也不给，甚至大过年的还把家都给砸了。他们说范浩是那种娶了媳妇忘了娘的混蛋货，让亲戚们都不要跟我们来往。听了姑姑的话，范浩气得差一点都要原地爆炸了。小叔子这么说他能理解，可是公婆呢？那可是他的亲生父母，他们这么堂而皇之败坏自己亲儿子的名声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好在我有应对之策，提前将这几年范浩给小叔子的转账截图给打印了出来，拿出来让姑姑一家人看。看着那一笔又一笔的转账，姑姑一家傻了眼。等我把公婆逼着我们把房子过户，给小叔子的事情说出来的时候，姑姑气得更是暴跳如雷。首先手背都是肉，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她的哥嫂会这么偏心他们的小儿子。去了姑姑家以后，我和范浩又去了二姨家，无一例外，亲戚家对我们的态度都不好。当我们把事情的原委说清楚了以后，他们都沉默了。趁着这个机会，我又是一番哭诉，说我们在大城市生活有多难。亲戚们纷纷点头称实，理解了我们的难处。费尽一番心思，我才终于把范浩不孝的这个污名给正了过来。去完了最后一家亲戚家，已经是深夜的时间了。我和范浩打算回公婆家了。临到村口的时候，范浩犹豫了，媳妇，要不咱们不回去吧？咋？你是心疼这20万块钱啊？范浩沉默，一个字也不想说。我知道他不是心疼钱，他是害怕听到他不愿意听到的结果。这个结果还真得必须要让他听，不然的话，他这一辈子都得活在当断不断、反受其乱的纠结中。没事，你不想去，我自己去就是了。过年闹那一场，总得跟爸妈道个歉。我温声安抚了范浩一番，让他在村口停了车，自己一脚深一脚浅的去了公婆家。我知道老公担心我，还会跟着我。看到身后隐藏在黑暗中的影子时，我微微笑了笑。推开公婆家的房门的时候，公婆和小叔子3人正在满嘴流油的啃着面前的肉。看到我进门，婆婆本能的把肉盘子往他面前拽了拽，我不计较这个，换上了一副笑脸。爸妈，上一回的事是我做的不对，我不该想也不想就砸了你们的家，看我态度放得这么低。公公点起了一支烟，损了损他的鼻子。婆婆趾高气扬的冲我说道，看你态度不错的分上，上一次得罪我们的事情，我也就不跟你计较了。对了，你这次回来是不是已经想好了，把你们的房子过户给翻掏了？看婆婆的这副样子，我恨不得一巴掌抽到她的老脸上，要别人的东西还能要得这么理直气壮，也真够不要脸的。为了我的大计划，我决定先忍她一把。是，决定了，这房子我决定过户给范涛。当我这句话说出来以后，公婆和小叔子脸上大放异彩，特别小叔子范涛恨不得这马上就收拾东西去接收我们的房子。公公抽着他的烟，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。我就知道你们得听我的，哪有当小辈的不听长辈话的道理。看着他们的高兴劲过了，我才慢慢说道，爸妈，过户之前我能不能提个条件？一听我要提条件，公公大手一挥，
常亮的说道，只要你们能把房子过户给范涛，别说提一个条件了，就算是10个8个条件，我们也能同意。老东西，10个8个条件，哼，就我这一个条件，我就能让你肉疼。该我表演的时候到了，爸妈，我和范浩干了这么多年，才买了这么一套房子，其实也挺不容易的。现在我们把房子过户给范鄂了，以后我和范浩的养老问题，是不是得让范鄂多费心？公公随口就说，那是，他是兄弟，该管你们。范鄂更是表态，嫂子，你就放心吧。只要你把房子过户给我，我保证管你和我哥，你们活到100岁，我就管到100岁。要是我管不动了，让我儿子、我孙子来管。这品话的也是真够大的，还他儿子孙子，瞅他的那副熊样子，一无事，能不能娶个媳妇还是个未知数呢？我们俩敢把自己的养老问题压到他身上，那可真是脑袋被略给踢了。我装作一副高兴的样子，当即就拿出来了房产证的复印件，拍到了范浩的面前。好，过完年，等房产局上班了，咱们就去过户。我爽朗的样子让他们3个人完全放松了警惕。就在他们得意忘形的时候，我又拿出来了另外一份东西。范汤，你说我和你哥的养老问题包在你身上了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我哥比我大9岁呢，我不管他谁管他？我将手中的诊断证明拍到了范浩的面前。那既然这样，你就先把你哥的病给看好吧。咱们有言在先，房子给你，你管他的养老，可他还没老就病了，这事你不能不管吧？范鄂看到胃癌那2个字的时候，脸色猛然一沉。嫂子，我哥这是得了胃癌。我叹了口气，是啊，去年就吵着胃疼，我也没当回事。这次过年回去，他都吃不下饭了。我领他到医院一检查，胃癌，医生说的做手术，后续还得做化疗疗养什么的。听完了我的话，公婆3人面面相觑。公公颤抖着手，拿着诊断报告问我，你就说这要是治下来得花多少钱？我擦了一把眼泪，又把情绪给酝酿了一份，这才继续说道，光做手术这套下来也得准备个7、80万，还不算别的治疗。什么？我刚才说要过后给范涛的房子，怎么也值个80、90万？现在房子给范涛了，他总得把他哥的医疗费给负担了吧？我这话一说完，范涛就把他手里面攥着的那份房产证复印件给放下来了。他猴精猴能的，不可能算不出来，这笔买卖是赔本的。我装作一副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，打量着公婆现在所住的这套农村小院子，眼神里面露出来了贪婪的光芒。公婆似乎是看穿了我的心思，他们急忙互相对视了一眼。不过几分钟以后，2个人就有了自己的主意。公公又问，这病要是治好，真的要治好，你自己花那么多钱吗？我时间的点头，爸，钱花了能保命，要是不花这钱，一定保不住命。婆婆咳嗽了一声，开始发表自己的意见了。依我看，钱花了也不一定能保住命，咱们这钱还是不要花了。房子，你按原计划照常过户给范涛，至于别的，就顺其自然吧。我不死心，拽住婆婆的手追问了起来，妈，啥叫顺其自然？你们这是不打算管范浩吗？我咋管？我一把年纪了咋管他？他早晚也是死路一条，把这么好的一套房子搭到他身上，也不一定能把他的命给救回来，花那钱做什么？依我看，把他拉回小县城，随便治一治，能治好是他的命，治不好，最起码我小孩还能得到一套房子，对吧？大儿媳妇，你可不要拎不清，不能做赔本的买卖啊。她说这是买卖，婆婆的一番话犹如寒冬里的一块冰，完全把我给雷到了。范浩可是他的亲生儿子，哪有这么不靠谱的母亲？在听到自己儿子得病的时候，惦记的不是咋给儿子治病，而是拿到儿子的财产，人心两保，说的那是外人。可在面对自己亲生儿子的生死之时，能说出来这样一番话的母亲，她是也找不出来几个人吧？这一刻，我真心为范浩感到不值，他活得不值。小叔子和公公也是同样的意见，小叔子多囊，要他一套房子，还得给他治病，房子卖了，连医药费都不够给他的。我傻呀，要他的房子，走，大过年的，你别在我家隔音我。小叔子说完，推着我就要往门外推。就在他推我的那一刻，范浩含尽着脸推门进来。刚才他站在门外，将我们说的这番话一字不差的听到了耳朵里。看到范浩进来，公婆只有片刻的尴尬，是他说的，我说的这番话，公婆只有片刻的尴尬，稍后便恢复了正常。当然啊，刚才我们说的话你都听见了。婆婆拉着范浩的手，一口一句的大叫了起来。范浩没说话，表示默认。婆婆抹了抹眼泪，又装了起来。其实妈也不想这样，妈也想你能活下去，可是儿子，现实不由人啊，咱总不能又搭钱又搭命吧？听妈的话，把房子过后给你弟弟，就算是以后你没了，咱们也不能便宜了外人，是不是？婆婆嘴里的外人指的是我，微声冷笑。他们这些不要范浩性命的亲人，惦记着范浩，而我这个陪同范浩同甘共苦的妻子，竟然成为了他们嘴里的外人。大人啊，你妈说的对。公公凑着话想说服范浩放弃治疗，范浩忍无可忍，冲着他们吼道，你们都给我住嘴！此刻他泪流满面，看着公婆他们这样的一副嘴脸，我不由得冷笑了起来。他们可以拿自己的生死去绑架范浩，按照他们的要求办事，可范浩的生死对他们来说不值一文，远没有房子来的真实。摊上这样的父母，也真是范浩的命。我握紧了老公的手，缓缓道，其实范浩根本就没病，我给你们看的报告，但是就不说了，假的。我这么做就是想试一下你们的那份心，手心手背都是肉。当爸妈的，你们这是要把芯片倒隔着窝里了吧？为了给你们的二儿子弄一套房子，你们连大儿子的命都不要了。当父母的，当到你们这样的地步都不够丢人的。原本我们给范涛准备了20万，想着给他在小县城付个首付，现在看来完全没必要了，因为你们根本就不配。听了我的话，公婆都傻眼了。小叔子最先反应过来，又是哥又是嫂的叫着，想要把事情就挽回了，毕竟20万这个数字
对他来说可是有着强大的吸引力，弄不到我们的房子，能从我们手里弄出来20万，也不是一笔小钱啊。可范浩几经对他们完全死心了，没等他们的再一番表演开始，就绝望的拉着我离开了这个村子。车子驶出了这个他从小生长的村子，一路上老公哭得稀里哗啦，一个30岁的大老爷们儿，若不是到了肝肠寸断的地步，他怎么可能会哭成这样？我没有劝他，任由他停下车子，哭得歇斯底里。他做梦也不会想到，最先放弃他的人，会是他一直都心心念念要孝敬的亲生爹娘。他与他们来说，不是儿子，只是一个提款机，一个没有了用处以后，一脚就可以踢开的提款机。我知道，从这一刻开始，范浩怕是真的要和这个村子说再见了。也许明年过年的时候，范浩再也不会因为要不要回家过年这件事情纠结了，因为从公婆决定要把他的房子过户给他弟弟的那一刻开始，他就已经没有家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便是他唯一的依靠了。几天以后，范浩的姑姑打来的电话，说范浩要死要活，又哭又闹的逼着公婆给他买房子。公婆拿出来了一辈子的积蓄，还是差上一点，没办法，范浩不依不饶，鼓动公婆低价把老家的那套宅子给卖了，终于凑合了新房子的钱。后来姑姑又传递来了一些消息，说范涛娶了媳妇，新媳妇嫌公婆脏，死活不让他们住进自己的新家，公婆无处可去，租了民房，苟延残喘的度日。他们无数次通过姑姑想要联系上范浩，奈何范浩几经换了电话号码，除了每个月定期往公婆卡上打上一笔最低的养老保障金以外，再也没有什么别的联系了。姑姑说公婆后悔了，我呵呵一笑，后悔了，那就去寻点后悔药吃吧。对于别人的事情，我没兴趣去管，范浩更没有兴趣去管，因为此刻他正在厨房里一边哼着小犬，一边忙着做饭，而我正躺在家里的沙发上，一边手扶着微微突出的肚子，一边悠闲地吃着老公摆放在我面前的水果零食。有家有夫，未来还会有子，这种温馨到极致的感觉，真心不错。全文完。